父亲偷改志愿，错失北大，24年不回家，在联系时一句话让母亲泪崩。经典的中国式家长特别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为了你好。而正是因为这4个字，才让他们和孩子之间产生了一生都难以调和的矛盾。今天我们要讲的主人公戴柳，就因为父亲偷偷篡改他的志愿，拒绝和父母交流，后来更是一个人去国外上学，定居国外24年来，戴柳都没有回过家，他过不去心中那个坎。24年后跟父母通话时，一句话让母亲泪崩了。而这造成这悲剧的罪魁祸首就是4个字：为了你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戴柳的故事。1. 被篡改的人生。戴柳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从小就努力培养女儿好好读书。戴柳从不让父母失望，自小就是尖子生中的尖子生。老师都说他有很大的希望冲击北大，而戴柳也一直以来将北京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彻夜苦读，废寝忘食。高考前夕，他还在不断憧憬着在北京大学的美好生活。后来，当他得知自己考687分的时候，几乎是兴奋的跳起来。他明白，如今北京大学的大门已经为他敞开了，而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北大的大门。在成绩刚下来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他准备了一大桌好吃的菜，要好好犒劳一下戴柳，并提到了戴柳要报哪个大学。戴柳毫不犹豫地说，那当然是北京大学文学专业了。他的妈妈知道北大文学专业一直以来是女儿的梦想，所以满脸欢喜地看着他。但是父亲却反驳道，女孩子学文学没有什么前途。要我说，现在法律才是最赚钱的，当个律师多好。戴柳虽然没有回答父亲的话，但是他心里已经暗暗发誓，自己才不会因为父亲的话就改变自己的梦想了。学法律虽然赚钱，但是学文学才是自己的梦想。所以戴柳毫不犹豫的在志愿上填下了北京大学4个字。然而，当他拿到邮递员送来的录取通知书时，却惊呆了。明明自己填的是北京大学，为什么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他连忙打开，发现上面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戴柳非常慌张，他连忙给教育局打去了电话，说自己报考的明明是北大，为什么变成中国政法大学的呢？市教育局却表示录取没有问题，是你自己报的中国政法大学。他一头雾水，后来父亲告诉他，是我把你的志愿改了，我是为你好。学文学本来就没有什么前途，当个律师多好。戴柳气得说不出来话，他回家大闹一顿，哭喊着，你知道我为了考北京大学付出了多少努力吗？你说改就改，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梦想是什么。他的爸爸却振振有词地说，学文没有出路，我是为你好，才让你改法律的。更让戴柳气愤的是，父亲说出了那段经典名言，我是你爸爸，我还能害你不成？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都是名牌大学，那么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对就业有帮助的呢？戴柳不愿再与父亲争辩，因为他知道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他跑到了公园里默默的哭泣。24年未回家。回想起这18年来，他没有一刻不是听父母话的，小到穿什么衣服，大到交什么朋友，选择什么专业，他都在完全按照着父母对他的规划。如今他的听话懂事，反倒扼杀了他的梦想。戴柳发誓，自己再也不要和父亲说话，也再也不要回这个家。在9月份的时候，戴柳自己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来到了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报到。同学们都是父母来送，但是戴柳却拒绝父母来送，因为他不喜欢这所学校，这也不是他梦想的地方。他每每看到中国政法大学的牌匾，都会想，如果这是北京大学，该有多好。每每想起此事，他就非常怨恨父亲，并把这种怨恨化作为读书的力量。逢年过节也不回家，闲时就去咖啡店、图书馆打工赚钱，坚决不要家里给他的生活费，为的就是表达对父亲做法的愤怒。不过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倔脾气，虽然非常想看望戴柳，也很想知道女儿的近况是什么，但是总是倔强着说自己并不关心。后来在母亲的劝说下，
戴柳的父母来到了大学看望女儿，但是戴柳却非常冷淡地看着父亲，也不说话。父亲虽然内心很想问问女儿在学校过得怎么样，但是也装着不屑的样子说没什么好说的。只知道那时父亲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错误，还抱有着女儿长大后会感谢自己的想法，觉得给戴柳选择了一条最赚钱的路。但是当一个人不喜欢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的前景再好，对他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戴柳在大4的时候偶然知道韩国一所名牌大学正在招研究生，他学的专业是国际经济法，对方也正在招国际经济法的学生，并且还有高额的奖学金，可以解决生活问题。最重要的是韩国特别远，这样他就可以离父母远远的。父亲知道女儿要出国之后，非常的生气，说戴柳根本没有跟家里人商量就擅自做决定。戴柳表示，当初你偷偷改我的志愿，也没跟我商量。听到了这话，父亲自知理亏，也不好再说什么，还是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才得以放戴柳出国留学。结果这一放，女儿就再也没有回来。戴柳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了一家律所工作。不过韩国是一个尊卑很分明的国家，对于前辈或长辈一定要用敬语。戴柳最开始并不是很能适应韩国那边的繁文缛节，有一次跟部长说话没带敬语，结果遭到了整个办公室人的嘲笑，当时他非常尴尬。就这样，戴柳即便工作能力再强，因为很多习惯都跟韩国人格格不入，总被人认为不懂人情世故，升职加薪之路一直都坎坎坷坷的。有的时候戴柳也会跟母亲吐槽这件事情，父亲知道后很着急，连忙让妻子转达一些办公室的为人处事经验。直到多年之后，戴柳才知道，那天母亲之所以跟他讲这么多办公室为人处事的法则，其实就是父亲的意思。后来戴柳的工作才慢慢变得顺利起来。工作几年之后，他成功跳槽到了一家金融集团。工作虽然压力大，但是工资非常可观。整整24年来，戴柳都没有回过一次家。一方面是工作压得他喘不过来气，一方面是他对父亲的怨恨还没有消除。篡改志愿的这个事情，他一直都没有原谅父亲。3. 冰释前嫌。在2019年的时候，戴柳才第一次主动给父亲打电话。经过了20多年，戴柳心中的怨恨也在慢慢消减，而且他已经有了部分积蓄。他这次打电话就是想问候一下父亲，自己在韩国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现在想要辞职。戴柳本以为会受到父亲的一顿冷嘲热讽，但是父亲却表示，只要能够幸福快乐，爸爸内心就再无遗憾，一定要遵循心中的意愿。由此可见，父亲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听到这句话的戴柳也是泪流满面，20多年的怨恨，如今化为乌有。戴柳紧接着的一句话，让母亲泪流满面。戴柳表示自己辞职之后不会选择回国，可能要去济州岛。母亲听到后非常难过，女儿20多年都没有回家了，辞职了还不想回家，女儿到底有多恨这个家？不过幸运的是，辞职后的戴柳在济州岛认识了他的另一半李孝利。李孝利是一位韩国人，长相帅气，气质优雅。两情相悦之下，戴柳很快跟李孝利结了婚。婚后的两人就在济州岛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原先戴柳只想着先 gap 1年，然后再重新找工作。但是现在她在丈夫的影响之下，并不想回归到原来紧张压力大的工作当中。现在的她只想在济州岛过理想的生活，并且在李孝利的帮助下，戴柳学会了瑜伽，并爱上了瑜伽，身材也保持得越来越好了。戴柳在济州岛的生活非常惬意，也研究起了自己从小就喜欢的中国茶艺，逐渐有了向世界传播中国茶艺文化的想法。有的时候经常叫起自己好友一块品茶，还会穿上中国传统服饰给大家展示茶文化。甚至李孝利还来鼓励戴柳开一个民宿，并专门设计一个专区，向更多的游客展示中国茶艺的魅力。结语：戴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如今能和一个韩国欧巴在济州岛过着快乐的生活。
他现在虽然很快乐，但是他不知道，如果当初去了北大，是不是现在的生活会很不一样呢？一切都不可以重来，真正幸不幸福，恐怕只有带柳自己知道。希望家长朋友引以为戒，好好反思，不要再打着为你好的名义，随意主宰孩子的人生。父母给孩子引路是很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是篡改志愿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做法，不管篡改方是父母还是别人，本身都是不正当的行为，也会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律。